哦，哎，Kim 啊 Kim，我偏头痛发作，我想去看医生。等一下我打电话叫李腾来代替我哈。哎，腾可以来，你不可以走。你头痛，我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我们这里呢有西医，有中医，你想要看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偏头痛。哦。哪些食物可能诱发偏头痛？病因有哪一些？食疗如何帮助缓解症状？徒手自救，你一定想知道。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讲真的，平均啊，一年会头痛几次？哦，要看情况啊。我每次看到你我就头痛，看你一年看你多少次，我就痛多少次了。那偏头痛呢？偏头痛哇，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到现在我没有办法解决。你放心，所以今天呢就请来了专家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好不好？好，马上有请疼痛专家李文健医生。还有我们的郑六叶，还有 Das Didi， 欢迎欢迎。哇，如果今天呢，这个李医生能够解决我这个偏头痛的问题，真的是救命之恩了啊！先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位有没有偏头痛的经验？其实我有头痛，但是我不懂是偏头痛还是正常的头痛。对，跟我一样。OK，那六叶呢？有，如果是生理期的第一天，或者是在一些天气或是灯光比较炎热的情况下，我的偏头痛就会发作。那医生在治疗头痛的病人当中偏头痛是占了多少呢？我所治疗的病患呢，从头到尾吧，偏头痛呢是占于我的整体呢10%。哇，其实也是很高哎。偏头痛呢，在国际的并发率呢占于0.014%，就是说10万个人当中呢，有1400个人会有偏头痛困扰的那种的并发率。并发率，对不对？如果呢，我们专门只是看20岁范围的那些患者的话，这20年来他们有增加37%，就是很年轻就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有偏头痛的通常是男生居多还是女生居多？多数呢是女生比较多。那百分点是占多少？女生呢就60%，男生呢40%。很多时候呢是跟着所谓的第一次的月经来他们就会跟头痛有关系是或有些时候呢，他们还没有来月经，他们已经开始有头痛了。所以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他们就是头痛开始。所以过后呢，每一个月呢都会因为月经的那种的来临呢，跟着头痛呢一起，所以他们有些时候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偏头痛的这种的问题。会是因为压力造成的吗？虽然跟压力有点关系呢，很多时候呢是跟荷尔蒙，特别是女生吧。所以我们说，当一个妇女她们收经了后，更年期，她们也是有可能呢会有增加这个所谓偏头痛的机会。相反的，很奇怪，当她们一开始怀孕了，她的那个雌激素也会上升嘛，所以怀孕的当中，她们反而没有头痛，那好了，没有问题。所以9个月呢，没有什么头痛。除了 hormones 对吗？还有哪一些原因可以造成这个偏头痛呢？旧的那种说法呢是说，这些是血管的问题，也就是说血流或者血管跳动都会影响到产生偏头痛的可能性。现在我们所了解呢是，它不是引发偏头痛，而是它会使到你的偏头痛呢加重。然后现在我们对于偏头痛的了解是说，这个是因为荷尔蒙血清剂还有雌激素所以这些的高低呢，会引发到神经线的敏感。所以敏感的时候，这个头呢就特别的疼痛。偏头痛有其他的诱因吗？从眼睛开始吧。所以有些时候呢，所谓的太过强烈的灯光太阳太晒音乐太吵或者周围呢太杂声，还有一些强烈的味道或者吃某一些的食物会影响到这些的并发睡眠呢挺重要的。你是讲睡太多还是睡不够？睡太多也会，因为我会。总的来讲呢，我们说睡的数字挺重要的。就是说睡的醒过来呢，还是好像觉得
不是说非常清楚 ，not very refresh 那种感觉，还是很疲累啊，还是很疲乏，精神很差等等的，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所谓的偏头痛的发作。OK，运动呢是好事吧？对。可是呢，我们说太强烈的运动呢，会造成呢偏头痛的发作。会不会因为吃太饱也会偏头痛？少见可能会，多数呢我们是说饥饿。当你太饿的时候呢，它会有偏头痛。所以简单来说，偏头痛就是头的一侧疼痛，对吗？可以这么解释吗？错，不是哦，不是吗？很多时候就是偏头痛那个词偏吧，偏一边吧，多数呢是偏一边，80%是偏一边，有很多病患呢他们偏两边，两边都有。偏头痛呢，我们就要说它有4个整个并发的过程。第一是先兆呢是说还没有开始头痛哦，他们就开始有点好像不舒服，好像精神差啊，脾气暴躁啊，颈项好像紧绷啊，发痛啊。多数呢是一天里面呢，就是说6个小时到12个还是24小时之前，这样过后呢，它就有闪光的那个阶段。闪光呢，在陪伴着呢，就是说脸呢会有一点麻啊，会有点痛啊，会刺痛啊，会晕啊，会觉得好像无精打采啊，讲话也是有点口吃啊，就是讲不出啊。这样过后呢，就进入到所谓的第3个阶段。是很痛，所以那个高峰很痛，是剧烈的痛，痛到呢，他们说会吐，会吐啊，会晕啊，会闭在一个角落头啊，就不想跟人家讲话，因为当你痛的时候，你真的不可以接触人的。所以呢，下次有一些人跟我们讲他们有 migraine 的时候，就让我们了解他们的痛苦，是的痛苦，对。我还以为是头痛而已，或者很严重的头痛。如果是0到10的话，0是没有痛，10到是剧烈疼痛的要死人那种，他们是11。对。那第4阶段呢？有一些所谓的头痛的高峰啊，可以持续1个星期。哇，每一天在痛，所以当它消退的时候呢，有一些是慢慢的消退，就是说有一些呢，睡了一觉，好像没事了，没事。欢迎仲伟良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想请问一下，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个偏头痛？头痛病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疾病，是。比如说在三国时代的这个曹操，他有头风病，在史料记载。以现在观点，他头痛的时候有这个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用现代的那个医学观点看，就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偏头痛。所谓的偏头痛，对，是这样。那其实对中医来讲，偏头痛有没有分哪一个部位？有。在中医学呢，因为是经络，如果在头的2侧，我们叫少阳经，所以叫少阳头痛。如果以脖子和颈部的，就太阳头痛。如果疼痛集中在这个头顶的，叫厥晕头痛。那有一些病人就集中在额头，我们就叫阳明经头痛。那病机跟这个五脏六腑有关系吗？病机中医的想法就是五脏的功能失调，体内产生了一些垃圾。这垃圾比如说中医讲的痰湿淤血，那个内热，它就让那个清窍不利。或者脑络失养就引起头痛了。清窍不利是什么意思啊？也是我第一次听的。什么是清窍？就是我们的头窍。那头窍在中医学里就是我们最精华的精气给到头脑里面。但是如果当内脏失调时有淤血、痰湿，或者阴阳失调以后有这个肝风、血虚生风，或者是我们内热有那个内火，它上到头部就干扰了这个头部的工作，我们就叫清窍不利。这到底病因是什么呢？从4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就是你压力，过劳，长期的情绪不良加紧张，这造成肝郁气滞，肝脏就会产生内热。内热呢，就是会产生肝火。如果肝火过强，它就是让那个肝阳生发特别快，就把狭的那气血就上冲头，就你的头的那个供血量太多了，就引起偏头痛。中医就叫肝阳上亢。中医的第2个病机叫痰湿阻窍。就是说我们吃煎炒烹炸、烟酒浓茶这些东西的话，在中医的说法就造成你的消化力下降了，就是叫脾湿健运。
这时候呢，体内就产生了很多垃圾。中医管这个垃圾叫痰湿，其实里面就是很不好的代谢产物。而这些痰湿随着这个经络的流动，就流到你的脑络里面去，就会刺激你偏头痛。痰湿阻窍，它是疼痛发作时，是头被包裹住的感觉，是我们中医叫头重如裹。而它有一个特点，一定有消化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食欲不振。那第3类呢，就是中医讲的就是淤血内阻，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劳伤，我们的气血就是运行出问题了，中医就叫体内有淤血。淤血阻滞了以后，那你的血管的运行就会出问题了，对吗？是，所以中医就叫不通则痛。那还有其他？还有一个就是外感六淫侵犯我的脑窍里面。是，这些人我观察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贪凉饮冷，冲了凉吹冷气啊。这老人讲说哦，你头进风了，头进风，真是这么回事。中医的说法就是外邪进入了脑窍。是。脑髓失养以后，但是它是个诱因，就可能你有偏头痛的底，你吹了冷气就来了。是所以不同的诱因呢，你的治疗偏头痛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吗？对，我们中医一般，如果你来看偏头痛，我们最鼓励的是先做针灸。因为我在偏头痛很严重的时候，亮哥介绍我一个中医，然后他说你要持续每一天，然后要连续7天，他就跟我针灸头部啦、脸部啦，然后这边2个啊、膝盖还有脚趾，应该扎了20多针，那是我一辈子流最多汗，我感觉好像被排毒，然后整个人轻飘飘，好像走在云端这样，是舒服的，这就有那个老中医用的泻法，是泻法，它就是行气把那个所有毒素排出来，就像我们手机很多垃圾回零，回零重新设置，身体就好起来。reset 啊。那我也听说过一个叫耳针，它也是针灸的一种吗？那是针灸的一种，就在耳朵上，它有分区和穴位。是。那我们会拿一个中药的种子，叫王伯流行种，拿那个胶布给它压到那个穴点，病人就回家就是经常按摩它，能够缓解这个疼痛。是。还有一个就是中医就急救，比如你的偏头痛突然发作，我们就在耳尖放血，那是中医用针消毒了以后，在耳的最高端那个尖这边刺血。把血放出来，我有做这个，对，这个也可以缓解急性的那个。我是第2天再去针灸，他有帮我放血，就在这个地方，差不多1杯 shot glass 这样冲。这个耳朵有这样多血吗？人家刺了以后，它让它自然流，如果不流，我们再挤压。颜色很深，而且它很浓稠。所谓的黑血就是把脏血放出来。OK。那按摩呢？按摩有用吗？按摩就是我们在急救时有特定的那个穴位。大部分的不是剧烈的偏头痛，一般都会缓解，所以刮痧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长期解决，就是用中药效果更好。中药啊，就是吃草药。哇，所以医师对哇，今天的这个食疗叫做玫瑰钩藤茶。有哪一些食材？是第一种就非常有名的，我们叫钩藤。钩藤这个药在中医学是息风定惊，平肝止痛。肉骨茶里有，就是川芎，川芎这个药是活血化瘀止痛，特点是让血管打开，不要过度的膨胀，有用这个药。白芷它是芳香辟秽，舒筋止痛。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有疏肝解郁，活血止痛的作用。薄荷叶它是疏风清窍止痛。最后用大枣，大枣呢在这个药里呢，我们主要是起的是调和诸药，增加那个甜味儿，是就不要再加冰糖这些了。对，那煮法就把这些药放到保温杯里，用水沏，沏茶，把你喝，1天以后没味道就把药倒了，叫代茶饮。蛮方便的，所以什么人都适合喝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药当然针对是偏头痛的了，特别是这个成年人群的偏头痛。但这个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不头痛，你觉得每天压力大、头重脑轻，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喝这个茶，但是蛮舒服的。其实我不大喜欢喝苦的东西，但是这个蛮舒服的，喝下去。我也是这么觉得。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西医是怎么治疗偏头痛的呢？预防胜于治疗。
如果患者本身呢可以了解到他的所谓的诱因是什么，是，譬如好像睡眠，对，好像如果是每一个晚上呢11点睡觉呢，就固定的在尽量在11点睡觉。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了，所以有一些的问题啊。有一些人说辣的会刺激到啊，有一些所谓是咖啡可能影响到啊，茶会刺激到巧克力啊巧克力之类的等等啊，每一个患者都不一样，是，所以要自己知道要很清楚，要了解所谓的诱因是啥。当然运动呢方面呢，我们就说不要太过强烈，在安静的地方啊休息啊，不要有太杂声啊，是，压力也要去调理得很好。压力，如果我们可以控制好的话呢，并发也会减少很多。那当然，药物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因为有一些人对药物也是蛮敏感的。是，所以我们说从针对性的药，有一大组类的是我们叫做祛丹素的那种药。这素药呢，他们是针对所谓血清素来调理它，来调理。所谓的可以控制到血管的幅度。是膨胀啊、血流啊之类的，它的敏感性也会下降。另外比较特殊的药物呢，我们说CGRP 呢，一些患者呢已经第一批的药呢也帮不到了，才会来到这个我们说第二组 CGRP 所以 CGRP 的这些药很多时候呢是注射。1个月注射1次，更进一步的偏头痛真的是很难搞。我们呢就会考虑到一些别的打针注射在头上的那种，比如肉毒杆菌，它的原理呢是可以把肌肉的紧绷松懈，因为当偏头痛的时候，除了血管啊里面啊、头脑啊里面啊，很多时候呢外在的那些肌肉肌腱呢也是在紧绷的，在抽得很厉害。除了肉毒杆菌呢，同样的注射呢，我们也是会用到有一些的血小板，血小板、血清。这个原理呢，跟打肉毒杆菌的原理是类似，可是现在呢是用自己的血液，所以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呢来帮助它修补。一个呢是给它打松它的肌肉，肉毒杆菌；这个呢是给它修复，比较慢性，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快肉毒杆菌呢比较立刻性，一天之内24小时啊就会开始见效。对，医师，我好奇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偏头痛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去一般的药局啊，然后或者是超市，就是直接买那个止痛药，然后来吃，是有效的吗？偏头痛开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般性的那种头痛吧。所以当呢头痛的时候呢，第一个步骤是止痛药。所以所谓的这些的止痛药是非类固醇止痛药。布洛芬啊、阿斯巴林啊那种之类的，都可以帮到所谓的头痛。可是50%到70%的患者呢，吃了这些药呢，帮不到。好。我们现场来了一位偏头痛患者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好，你好 ，Jane。所以我们想要先问一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偏头痛的问题呢？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身为一位美容师，当我头低着做顾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颈项有一点酸痛，慢慢的延伸到头部，也痛，他的头痛就是半边的脸，半边的头，就是他会慢慢延伸到眼睛跟脸部。哇，跟我差不多一样。那你最糟糕的一次是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是当我要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车的震动使到我很辛苦然后要吐，然后又晕。看了医生回到家，房间窗帘要关暗，是，然后冷气要冷，不要有声音。不是躺下去，而是半躺。这样的一种状况，你是维持多久才会慢慢消失的呢？就是也是好几天。那吃东西有问题吗？就不可以吃太多，因为会要有吐的感觉。对呀。喝水也不可以喝太多。喝水吐水，对不对？对。我第一线的是帮他注射血小板。因为止痛药呢帮助不大。那他是美容师，你没有跟他讲打肉毒杆菌？过后我们有用，过后有用。血清，然后还有肉毒的话，你还有接受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治疗吗？好像李医生有介绍我去做一些物理治疗啊 ，trigger point release，
物理治疗就很像是运动治疗吧。哦，所以通过一些的运动治疗、物理治疗呢，可以帮助到血管的跳动啊，还有神经线的敏感啊，肌肉的健康啊、气派啊等等啊，帮助到睡眠也是有一点小帮助。哦 ，OK， 那你有没有寻求中医的帮忙？就是针灸。针灸。对。那你在生活这方面有做任何的改变吗？最主要是饮食，然后做一些基本的运动。好像当我做完疗程之后，李医生有叫我做一些颈部的那个 stretching。OK， 他就会放松我的颈部。好，那么接下来医师呢？医师对这个偏头痛发作时有怎样的一个自救法吗？自救法就是我们徒手的针灸，做按摩。 OK， 来，我们就选几个穴位。好，来，我就拿您做模特啊。好，就是在颌骨这个掌骨的中间这个位置，我们所谓的虎口。但是并不是这两个肌肉的中间，这是空的，靠近这个掌骨。压非常的酸很酸。我们有个口诀，就是头面颌骨收。头面部的疾病就是这个颌骨就全部给你解决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太阳穴，从这个眉弓这边过来，这个凹陷，这个凹陷就是我们的太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穴位就是在风池。风池就是后面这个两个这个斜方肌，是每个人你摸都会摸到一个凹陷。是这里凹陷，那个就叫风池。风池啊，对，风池穴。那我们怎么做？就偏头痛来了以后，我们确实要躲在一个房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人打扰。那我们就用压颌骨了。压颌骨，压这边的颌骨，两边压。如果你压得对的时候，你会觉得酸麻胀，酸的严重，很重。压多久？5到10分钟。5到10分钟。然后就换穴位，就用这个手指3个手指就揉这个太阳，搓这个太阳。我们按完这个太阳穴啊，我们顺手用这个拇指，就从后面找到2筋的这个凹陷中 ，OK， 你就轻压，也是有酸麻胀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风池。所以我们可以重复做。所以这个连续做，一次做个3、5套都不要紧。对，3、5套让那个疼痛缓解。如果轻型的偏头痛，应该很快的缓解。好的，缓解下来。明白。是。所以说真的，有病我们叫因，不要默默的承受，然后独自的在那边流泪。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还有钟医师的分享跟讲解哦。是，谢谢2位。那么当然也要谢谢 Jane、6月还有 Dusty，Thank you。是的，请继续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再见。